上有一朵雪莲，端坐群山之巅。他们说，他一生千年，有他就得到了永远。他在他的识海留下了9颗星星，可真是情深如海。如果我也能得到这样的深情对待，该有多好！我将他抢过来，便也能得到这样的深情了吧？你说这个荧惑到底什么来头？这路子怎么这么野啊？我也不清楚。如今被黑河源影响了，我并未看穿他真身。装可爱，简直脏了我这七彩琉璃的眼睛。世间的妖怪，或多或少会保留化形前的癖好，他喜欢的、害怕的，都会不由自主地表露出来。若能知晓其真身，便可对症知晓下药，真身，轻对症松下下药。这荧惑之前透露出的蛛丝马迹，那你都发现什么？你看啊，他名为荧惑，对自己容貌极其在意，又喜欢亮闪闪的东西。更奇怪的是，这里明明到处都是灯箱，却没有一个被点亮，而且他还会用丝来绑你。或许是化茧成蝶的，这荧惑的前身，其实是一只蛾子吧？应该就是，可此时我无法制服他。我倒是有一个特别原始且不用灵力的办法，说不定可以制服他。你们俩商量的怎么样了？是谁休了谁呀？你这个扑棱蛾子，赶紧把我们给放了！哼，你没有搞错吧？这放可是放不了喽。妾身必须要他留下来陪我，留下来陪我，留下来陪我。你做梦吧你！你才做梦！只有妾身这盛世容颜，才能配得上他。哼，你配一把锁，再配个钥匙，你都配不上他。你才配不上他呢！我现在就要摸他了！这兔子，你试试！我要亲亲！你敢亲他，我撕烂你的嘴！啊！你敢碰他，我剁了你的手！你敢看他，我挖你的七彩琉璃眼！哎呀，我好怕他呀！你以为我真怕你啊？还以为你在做什么法，结果就放了把生了锈的破剑，就想弄我？没门儿！我就是要，当着你的面，你还看他，把头转过去！你以为你可以对付我呀？当然可以呀！哼，可以的话，不妨试试。好啊，那我就试试吧。妾身就是要亲亲。牙疼啊！牙疼？为什么会牙疼啊？你主人清白都快没了，你快给点力啊！赤焰龙眼，你就算掏出血来，你给我忍着！牙能出血？哎呀，我不管你牙有多疼，我就是要亲你。
你看，收拾你！保护他！我只希望你有个人愿意用性命保护。叶欢，叶欢，天耀，身体可还好？这是哪儿啊？黑河原。荧惑竹林之后，陈毅修行之处。陈毅，贤哥找到大国主啦？是大国主救了我们吗？他打散了荧惑身上的黑气，让他重新变成了一只竹蝶。不是说无论仙妖在此处都无法使用力量吗？他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。不愧是大国主，他已经开始翻译幽冥符了。真的？那我有救了。他在哪儿？我要去找他。哎，等等，贤哥会带你去的。先把药喝了。好苦啊。杨怀，你可有再对我动过心？你为什么突然这么问？是因为你昨晚我昨晚说了那些话。哪些话？你敢碰到你身上？你敢亲探我私人的嘴？你敢碰到我渡人的手？你敢看到我挖你的七彩琉璃眼？我是怕他打你。你说如此，我便信是如此。麻烦你克制一点，我们两个是不可能的，我是不会再喜欢你的。我诚心诚意的建议你，恪守道心，成为一条遨游天地的玲珑，不要沉迷于世间感情。沉迷感情是没有前途的啊！这些都是我之前说过的话，我得牢记背诵，每天一遍。让夜晚也有彩虹，写满了篇章，你是燕辉，浪
我有时候总想，20年前，我若遇见的是你，会怎样？20年前我还在娘胎里没有滚出来呢。你笑什么呀？能遇见你，便已是极好。我还在奢求时机，是我太贪心了。他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国主这么快就将幽冥赋译完了，之前的毛笔经可是译了半天也没弄出来个全本，他果然是在拖延时间。幽冥赋呢是国主夫人写的，所以其中的所思所想，国主再清楚不过了。那国主大人好相处吗？有没有什么礼数要守？他要是像毛笔经一样守规矩的话，我要是不小心冲撞了他，那我岂不是又得不到幽冥赋了？我定会帮你拿到的。国主随和得很，放心吧。哦，前面就到了。此处似乎见过。那是银月崖，是国主与国主夫人的定情之处。你们或许是在国主夫人的屏风上见过。原来如此，此处果真如玄岭夫人屏风上所描绘那般空灵，好干净的气息啊！是陈毅的气息。走吧。国主，长兰，国主和长兰是双生子，所以容貌自然是一样。玲珑天药，没想到你能够冲破封印，重回世间。不过天意成全。大国主有礼啦。燕姑娘，大国主知道我。你的事，贤哥都有告诉过我。若雪岭他知道是你拿了幽冥赋，他一定会很高兴。雪岭夫人所设关卡，道道高深机密，我只是机缘巧合才取得了幽冥赋。燕姑娘谦虚了。幽冥赋我已经译完。谢谢。幽冥赋可需2人一同修炼，并没有这样的规矩。难道严先生他为难你们了吗？唉，何止是为难，简直就是下了死手。严先生虽然为人古板，却是十分正直，我跟雪岭都很信任他。我还有疑问：幽冥赋是否能够消解黑气，或助被黑气所困之人摆脱控制？能，也不能。黑气是独立于玄妖之外的一种力量，想要控制它的话，就只能成为更强的它。其实幽冥赋是符音的心法，符音，或者是你们口中所说的黑气之主。我见过他。幽冥赋所修炼的气，并非是天地的灵气，也都不在妖族跟玄门的术法体制之中。黑气混沌，自成一体。雪岭他花了一生的时间去研究，也都没有想到破解它的方法。
除非修炼气功法，让自己成为另外一个黑气之主，那就有可能摆脱符印的控制。这是以毒攻毒？除此之外，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此前，在萤火竹林，你对萤火……那个时候，我打散了他身体里面的黑气，也同时打散了他所有的武功修为。萤火为妖，化回原形，从此不能再修炼。但给我打散出来的黑气，它永远都不会消失，而是重新再回到黑气之主的体内。可是不对啊，他的赤焰龙牙可以斩黑气。你可以，你有如此修为的话，为什么还要练幽冥符？我的赤焰龙牙的确能够斩灭黑气，但却无法解救被符印黑气所困制。那现在倒也不迟。我想邀请两位在这里耽误些时日，或许我们可以研究出对黑气相生相克之道。我倒是无所谓，反正修炼幽冥赋也需要时间。如此，便叨扰了。尊者，这次倒挺准时。尊者，您曾经答应过我，说是我替您拿到了幽冥符，您便会将我的真身还给我。但如今，我想换一个愿望。你要换什么？我希望您可以将宴会的自由还给他。白小生，看来我之前是对你太过纵容，以至于让你有了妄念，自以为有资格跟我谈条件。我的真是……幽冥赋，宴会，还有你的真身，一个都得不到。恨我？我喜欢你这种感觉，越多越好。但可惜，我没时间搭理你。雪里，阿钱，这里有没有半句是写给我的？会有吧？会有的。会有的。贤哥，贤哥，千硕，千硕是你吗？是你吗，千硕？哎呀，
没想到我复刻的化为当真能成功啊！此前我也给你发了2次，但都没有收到你的回应，我还以为我失败了呢。前些日子一直在路上，或许是我疏忽了。真好，千里之外还能听到你的声音。我也是。啊，你不用担心我，如今我们已经找到了大国主，等燕回练好了功法，我们马上就可以启程回青丘王宫了。不愧是我的贤哥，唉，若我是燕回就好了，定能将那功法快快练会，这样便能让我的心上人早日回来了。油嘴滑舌。一对邪修正在靠近，一对邪修正在靠近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千硕？是不是长兰发现你的位置了？没事吧？无妨，他们还找不到我，我可将这对邪修引开，闹出动静，吸引那长兰的注意，为你们争取时间。你自己千万小心啊！好，你也是啊。我知道。那我去了。陈叶国主，国主，你怎么在此？我日日皆在此处。为何？这里就是我跟亡妻相别的地方。之后每天的清晨，太阳出来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他。不知此处是玄岭夫人安睡之处，我应当在她墓前一拜。他并未留下尸身。当年他书写幽冥符，自己要去修炼。当他练到幽冥符第8层的时候，他深知自己很快就会油尽灯枯。他不想自己被黑气吞噬，所以他就用双华术，打算把自己识海封印起来。就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天，他穿起了嫁衣，在这里为我跳了最后一支舞。
族偏居于西南，天气炎热，根本都不会下雪。但是那几天，大雪漫天，下了10天10夜，天地之间也都是一片素稿，就好像是为了祭奠他一样。国主，为何与我讲述这些？世人一直认为青丘的幽冥赋是世间的至宝，但从来没有想过，要修炼幽冥赋，到底要承受多大的苦难。燕姑娘，我想问你，你有赴死的决心吗？这个世上，本没有什么事情就是容易的。我练幽冥赋，为生，不为死。为生，不为死。薛灵，希望他们的宿命不像我们。凭你们几个混子，你想抓我？追！来啊，追我呀！这边！来啊，追我呀！我在这儿呢。在这边！这里，笨蛋们！哪儿啊？声音就在这个方向，怎么不像？是啊，这废话。长安大人，长安大人。原来就是这个玩意儿在天上戏弄我们。不行，华为里面有贤哥的下落，不能让他得逞。算你跑得快。黑气乃世间极物之源，唯有驱除，世间方可安宁。如今尚未可解，唯愿后继有人。黑气乃世间极物之源，我的阿姐，没想到最后。你宁愿自尽，也要我死。薛灵，你要我死，便从地府里跑。否则，我终将颠覆这世界，让你死无名。
福音寻找幽冥父亲，只是为了雪里。五心朝天，坐于湖底，静心欲绝，悟其意博，思其理当，只感空无所空，空所悟空。随眼入脑，脑转则目眩，方见两物。哎呀，这都看得滚瓜烂熟了，怎么还是一点窍门都没找到？不过这两句话看起来，倒着看，倒是挺像净明心法。倘若能用净明心法参透幽冥赋，岂不是事半功倍？未免走火入魔，我还是去问一下陈毅大国主吧。我刚才观看你的识海，才知道玲珑原来是天地之间至阴至阳之气孕育而生，跟至浊至阴的黑气是最为相克的。只可惜你当年久居龙谷不出，不然以你得天独厚的能力，若相助我们去对付福音的话，现在可能就会是另外一个局面。当年我偏安一隅，不愿问世事，后遭人所骗，身体残缺。致使妖族被玄门欺压，天地失衡，黑气滋生。待燕回身体康复，我会重新担起我的责任。国主这是何意？我替青丘谢过天地玲珑。快起来吧。这不过是我早该做的事情。陈毅国主，燕回，你也在？你们在做什么呢？我们正在商讨对付福音的方法。幽冥赋看得如何了？来来回回看了好多遍了，都背下来了，也没找到什么入门的办法。不过有一处有些熟悉，这儿写着“空无所空，空所悟空”，倒是和陈星山的净明心法有些相似。净明心法，净明心法乃是整个玄门的所有法术的基础。我曾听凌霄真人说过，玄门9派万般法术，皆是由净明心法演变而来。我在陈星山修行了10年，对净明心法也是倒背如流，算是有些参悟。说来，国主夫人此前曾在陈星山修炼过，不知这幽冥赋与净明心法有没有什么关联？这个我倒是没有听雪岭他提起过。如此，我便是真的找不到入门的诀窍了。燕姑娘，别心急，修行一定要循序渐进，我们就从第1层开始突破吧。还请陈毅国主指点1、2。倒是天药，我想你要先回避一下。为何？修炼幽冥赋会承受经脉道行之苦，我觉得燕姑娘她肯定熬得住，只是怕你不忍心看下去。哪有什么忍不忍得住的？我留在此处，为你们护法。好，修炼幽冥赋，你一定要在每天的子、午、卯、酉4个正时，在一个阴气最重的地方，要面北而坐。现在正好就是卯时，我们银月崖也都是背阳向阴，那我们就在这里开始修炼吧。好，
五心朝天，指尖朝前，开丹田，一呼一吸，引寒气入丹田。苟活之民，竟妄图修行我的功法。天傲，莫要心急，事到如今，也只能靠他自己了。妖慧，还需多久？还有12个小周天。妖慧，现在只是入门，他每突破一层，经脉逆行之痛则会更胜一层。天耀，我特别理解你现在的心情。当年玄灵在修炼的时候，我也是恨不得以身代之。玄灵王故时，你可有遗憾？不曾为他冒过险。我要担起我妖族的责任，我就不得不狠下心。我已经负过他一次，我不想再负第2次。有不速之客，你在这里照顾他。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